鞋子属性条上有一部分绿色是什么意思 ？APP 里的 GST 换不了怎么办？马上要开的 GMT 挖矿又该怎么玩？大家好，我是剑叔的小助理。之前呢讲过2期 Move to Earn 走路赚钱的炼油项目 Stepn 的测评视频。视频刚发不久呢 ，Stepn 里的流通代币 GST 就从3.2一路飙到了5.25刀。按照上次录制视频时的价格，30天已经涨幅了57%。那此外呢 ，BN Labs 也宣布对 Stepn 进行了战略投资。根据内部消息，此次融资金额为5000万美金，估值10亿美金。目前呢 ，Stepn 官方的 APP 总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万，日活用户已突破了20万。可以看到，目前存款用户已高达13万。之前录制视频的时候呢，还是3万多，可见 Stepn 的破圈速度是非常快的。那还不了解 Stepn 的小伙伴呢，可以看上下2期视频来补课。那如果还没有邀请码的小伙伴，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剑叔这里还有一些先到先得。另外呢，有邀请码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出来一些。今天这期视频呢，小助理会针对之前大家在视频评论区的问题来重点回答。另外呢，官方在4月9日的 AMA 中公布了一些 GMT 的后续玩法，小助理今天也会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读。不过呢，还是要关前提醒，炼油板块属于新兴板块，有机会也有风险。本期视频仅作为个人使用体验和测评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着不捅不投的原则，小伙伴们一定要自己做好风险评估哦。这里小助理整理了几个常见的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系统更新后收不到邮件验证码，登录不上怎么办？那最近呢 Stepn APP 里面有进行过几次系统维护期间 APP 是无法使用的。那系统恢复后呢，需要重新登录。那这个时候，由于所有的用户都在同一时间内进行邮箱验证登录，有很多人反馈没有办法收到邮件验证码，一直登录不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法呢，是建议大家在 APP 里设置一个登录密码，这样就不用担心收不到邮件验证码登录不上的问题了。那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首先打开 APP， 点击左上角个人主页，然后点这里，下方呢有个 password， 然后点开之后呢，我们给邮件发送一下密码，然后呢在下方设置一个你熟悉的密码就可以了。这样下次系统再更新后就不用担心收不到邮箱验证码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Stepn APP 里边没有办法兑换，这个时候呢币价又涨了，但是却一直卖不掉，怎么办？那前阵子也是 APP 维护的时候，很多用户的币呢没有及时卖掉。那等到系统更新后呢，却发现很多人在同一时间卖币，导致日链上拥堵。那 Stepn 里的 Trade 页面呢就一直在 spending 的状态，没有办法把 GST 换成 U 或者换成 SOL。但此时呢 GST 的币价已经飙到了5.2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然后呢又能把币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呢？小助理的经验呢是在麦子钱包或者是幻影钱包中做一个钱包备份，这样呢 APP 里卡顿没有办法兑换的时候呢，可以在 PC 端的 Swap 中兑换。首先我拿麦子钱包来举例，我们要下载好麦子钱包，然后创建好账户，保存好助记词之后呢，左上角这里选择 Solana 链，然后点击添加钱包，导入钱包，通过助记词导入。这里呢，把之前我们让大家在 Stepn 创建钱包时抄写的助记词输入到这里面，然后设置钱包名称、密码，选择导入就可以了。导入成功之后呢，这里推荐3个比较好用的 Swap， 都可以用来把 GST 换成 U 或者是兑换SOL。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以 Draft 为例，我们可以在麦子钱包的这里面输入网址 jup.ag， 然后在网站上连接钱包，选麦子钱包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在这里进行 Swap 兑换，我们可以选择 GST， 然后兑换成 U， 也可以兑换成 SOL， 然后点击 Swap 就可以了。那第3个问题呢，是之前的视频下方有小伙伴问说，如果买3双鞋，那主跑1双，另外2双是没有差吗？还是 Mint 0比较好？那如果主鞋升到30以后要做什么？要换1双再练吗？这里我的建议呢是，如果你买了3双鞋子，那1双呢是作为主跑鞋，另外2个呢是帮你凑能量加赚币时间的。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另外2双凑数的鞋其实属性不是很重要，可以买地板。但是如果后面你想要复投增加一些新的薪资去 mint 的话，那这2双凑数的鞋子呢，建议可以选 mint 0的，这样呢你也可以用这2双凑数的鞋去跑，然后去 mint。之前呢 APP 里面还有活动，mint 双核的概率呢是有设置3倍的，所以如果一旦 mint 出双核，就相当于5折买鞋，还是很划算的。那第4个问题呢，是小伙伴在挑鞋的时候发现 E 加 R 接近14，但是宝石又要 E 和 R 多的其实没有太多，宝石的影响大还是 E 加 R 的这个因素大？
如果是灰鞋的话，那 E 加 R 大于14是优先的。那宝石擦槽呢，其实这个一般是适合绿鞋和蓝鞋的玩家，所以如果你买的是灰鞋呢，可以重点看 E 和 R 的相加属性相对高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地板价里面大于14的可能并不多，那么10以上其实基本上可以算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了。那如果你是绿鞋或者是蓝鞋，其实更多的是宝石玩法。那宝石玩法的话，就可以重点去看擦槽，选择 E 和 R 擦槽比较多的就行了。那后续项目方还出了 GMT 的一些玩法，那这个主要是针对 C 属性。那如果你后续想挖的是 GMT， 那可以在选择擦槽的时候尽量选择 C 擦槽多一些的，这个后面我还会再讲。那第5个问题，有小伙伴问说，属性里面那个 base 键会隐藏一段绿色的加长，这是什么意思？那属性的分数是包括这个加长的部分的。这里面的 base 条呢，绿色的这个条是之前的一个主人在每次升级后，有了增加的点数之后去加上的。那去掉 base 就可以看到这个鞋子的基础属性。那如果加上 base 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前主人在哪一个属性上面给鞋子加了点数。那当你运动的时候，整体的效率是按照加了 base 之后，也就是加了这个绿点之后的总体的效率去计算的。那去掉了这个 base 之后，这个基础属性是用来去加2级宝石的时候，它有一个40%的 buff 加成是加在基础属性上的。如果你是绿鞋，后面要打宝石去增加一些效率的话，那你可以去重点去看基础属性。那如果你是灰鞋的话，那可以把 base 加在一起去选择鞋子。那如果前主人加的好的话，其实这双鞋也是可以买的。那关于怎么样去挑选鞋子的话，之前在上一期的视频里有介绍一个工具，就是这个 Stepn.love，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网站，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鞋子的打分，然后我们点击进去之后，可以根据你想要买的鞋子的属性选择灰鞋、绿鞋或者是蓝鞋，鞋子属性输入进去，比如这双鞋效率是 5.1， 幸运是 6.9， 舒适是 1.9， 弹性是 3.1，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分数呢是43，然后属于大众的一个入门鞋，就属于性价比不是很高的。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鞋子的打分，把你想要买的一些备选的鞋子的属性输入进去，根据这个得分去筛选性价比相对高的一个鞋子去买就可以了。用这个工具的话，自己就不用再去算 E 加 R 了，就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那下一个问题，第6个问题，有小伙伴问说，如果跟朋友合买一双鞋，2双手机，一人跑1天，在切换上是可行的吗？合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切换设备，我之前有说过是有 cool down， 就冷却24小时的。但如果是同一个设备2个人换着跑，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以上呢就是关于 Stepn 的一些细节问题的解决方案。那小伙伴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我们可以一起探讨。那说完了问题部分呢，我再介绍一下4月9号官方在 AMA 中公布的 GMT 的一个后续玩法。这里呢有社区小伙伴整理了一个 AMA 的内容记录，汇总到 Notion 里了。Notion 的链接呢已经放到了视频下方，大家可以自行查看。这里呢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简单总结一些 GMT 挖矿的一些相关要点，以及后续如果大家要挖 GMT 的话需要做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是具体什么时间开挖 GMT， 其实是一个动态事件，是由 Stepn 玩家自己决定的。研究项目方的团队的时候有了解到，项目方的主创呢其实是魔兽世界的一个重度玩家，所以 GMT 的玩法灵感呢其实是来源于魔兽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安吉拉开门事件。那玩过魔兽的小伙伴其实对安吉拉开门事件应该并不陌生，其实就是玩家通过一些销毁的任务，然后销毁资源到达一定的值之后，这个下一级的大门才会打开，那玩家才能够打到后面的一个副本。 Stepn 中的 GMT 呢也是类似的玩法，官方会在4月之后的每个月会发布1到2个 GMT 相关的一个燃烧任务，让玩家在做任务的过程中呢燃烧一些 GMT。那等 GMT 燃烧到达指定的值后， GMT 挖矿的大门才会打开。也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选择不燃烧 GMT， 或者燃烧量一直未有达标的话，那 GMT 可能永远也不能开挖。但是其实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对于绿鞋和蓝鞋等高阶玩家来说，挖 GMT 的收益其实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玩家会愿意通过做任务燃烧 GMT 的方式来打开 GMT 的挖矿之门。那所以本质上看呢， GMT 挖矿什么时间开始其实不是由项目方来决定的，而是由场内的玩家通过 GMT 的燃烧，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投票，通过做任务投票的形式来决定的。所以这个玩法还是很有创意的。目前呢 AMA 中官方公布的燃烧 GMT 的场景呢，有升级、合成宝石、铸造 Rare 以上的一个运动鞋以及鞋点，给鞋子重新分配点数，还有提升开鞋盒的质量等等。那具体详细的任务信息还要等官方后续公布和上线。
那第二个关于 GMT 比较好玩的一个更新呢，就是幸灾乐祸池。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幸灾乐祸就可以了。上一期视频的时候有讲过，就高阶玩家可以去合成宝石，但是合成宝石是有一定失败概率的。那当合成宝石失败的时候，其实是损耗了一些 GST 的。那官方呢就非常了解用户的心理，特意去做了一个幸灾乐祸池。那这个幸灾乐祸池是什么意思呢？其他没有去合成宝石的用户呢，可以通过付费一些 GMT 的方式来订阅这个幸灾乐祸池，然后在这个池子里的订阅玩家呢，可以拿到其他玩家在合成宝石时损失的一个 GST， 那会按照比例去分配给这些订阅了幸灾乐祸池的用户。当我看到这个功能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拍案叫绝。别的不说，我觉得 Stephen 的一个运营团队我是非常服的，他将用户的心理研究的是非常明白。等这个幸灾乐祸池开了之后，我是一定会订阅的，我觉得真的很好玩。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GMT 后续的玩法，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地方。那其他的 AMA 信息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囊神链接去看具体的内容。最后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说一下关于后续要挖 GMT 的话，大家可能需要做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挖 GMT 其实对等级要求很高，一般是要30级以上，所以呢不太建议诙谐的用户去挖。那诙谐玩家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跑赚，挖 GMT 的话至少是要绿血起步的。那第二个就是 GMT 挖矿的一个效率其实是和 C 属性值有直接相关的，所以大家可以趁现在还没有开通这个 GMT 挖矿的时候，提前去储备一些 C 属性高，然后 C 插槽多的一个鞋子，然后呢进行升级，等到后面用来挖 GMT 的话，你的成本可能会降一些。不过呢，官方也会说后续会有一些洗点的玩法，就是说即使你没有 C 属性很高的鞋子，或者是前期的点都加在了 E 上，没有加到 C， 那你可以通过燃烧 GMT 的方式把之前加错的点洗掉，然后换成 C。所以大家可以权衡一下，看看是哪一种成本更低，是洗点成本更低呢，还是说我先囤一些 C 属性高的鞋子成本更低？那第三个呢，就是开挖 GMT 的话，一般都是30级以上，而且能量都要求不低。所以如果大家决定挖 GMT 的话，一定要买 Walker 或者是 Jogger 当成 GMT 的一个打金鞋。因为一般来讲 GMT 打金可能都要10个能量左右，大概是50分钟。如果说你的 GMT 打金鞋是 Runner， 那你可能会坚持不下去，这个任务可能就会完不成。所以大家在准备 GMT 打金鞋的时候，建议都买 Walker 或者是 Jogger。以上呢就是本期 Stephen 相关问题的一个回答，以及 GMT 后续玩法的一个介绍。需要 Stephen 邀请码的小伙伴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另外呢，大家有其他关于 Stephen 这个项目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分享经验。那除了热点项目测评呢，我们的频道中还会分享更多工具干货教程。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用，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关注建叔的 Twitter，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或者给建叔的 Twitter 留言。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